带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议伦好，各位朋友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议伦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还是很关心哦。目前现在美国跟伊朗他们谈的状况是如何哦？那与其先看谈，我们不如来看的是川普的恫吓。好，那因为川普他们呢，就是美国这边对自己还是相当有信心啊，甚至呢，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在14号在社群媒体上面说，有超过1万名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跟空军人员，那10余艘的军舰跟数十架飞机都在执行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任务。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嘛，我们昨天才讲了，川普其实有改口，原本是封锁荷姆兹海峡，现在变成是封锁伊朗的港口。好，那当然美军这边有相关的应对跟准备。好，那在荷姆兹海峡的口水战中啊，美国以毒品船的攻击事件来展现威胁，说川普在社群媒体上面有写说，任何被发现接近封锁线的伊朗船只都将立即被消灭。他说，我们将使用与打击海上毒贩船只相同的杀伤系统。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相关的画面也被露出了。好，那当然这个毒品船就被认为是之前对付像是委内瑞拉像是中南美洲的国家的做法现在他想要再复制到伊朗这边。好，那当然伊朗的革命卫队也说这个如果战争继续就会启动新的军事能力。那甚至在伊朗还挂起了一个巨型的广告牌。好，那这广告牌里面写什么呢？会伊朗文的人那可以帮我们解读一下。但是我先跟大家讲，他就写说荷姆兹海峡永远在我们手上，说川普什么都做不了。好，那伊朗的国防部也进一步的说伊朗为进一步的作战行动都准备好了足够的导弹还有无人机。好，那当然因为现在是停火14天嘛，之前就曾经有讨论过说伊朗不愿意停火，就是担心会不会美国在这14天当中再补足了一些什么又再度攻击。所以看得出来现在伊朗并没有掉以轻心。那我们要看到美军上调了对伊朗的战士伤兵人数说有将近400人。这是新华社华盛顿4月14号电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4号说，美军自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是已经有近400人在作战当中受伤。好，确实有把这个人数往上调了。好，现在连美军都缺飞官然后最高是1900万元想要留人。那因为大家就一直认为说全球最强的空军都面临了人力压力，这是不是要再出一个那个 Top Gun 让这个美军有点士气好，这个美军空军近期推出了新一轮的留采方案就是针对飞行员等关键的人员提供了最高是60万的美元，就是新台币1900万元以上的奖金，希望延长服役的年限，要维持作战能力跟战备稳定。好，那现在哈佛学者说这个美伊战争的支出超乎大家想象。他说美方现在这个政府其实呢是低估了这是甘乃迪学院公共政策的专家比尔姆斯他的最新分析说，这场的军事冲突最终可能耗费美国纳税人超过1兆美元天价1兆美元多少呢？是新台币31.6兆元哇，这个数字看在很多美国人眼里可能是不胜唏嘘因为他们现在生活蛮痛苦的，油价高，物价高，还要去付战争费用。要是我就俩工了啦好，那当然，川普会不会真的白忙一场呢？因为荷姆兹海峡根本没有全面停航它封锁的第一天，其实仍有8艘的船通过。好，我们看到数据显示，美国13号开始对前往伊朗的港口船只实施了封锁之后，其实对14号行经荷姆兹海峡的航运是有限的。好，当天至少有8艘的船只通过这条水道，其中包含是3艘跟伊朗有关的油船。好，那现在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就说其实呢，这个封锁之后有第一个例子，就是遭到美国制裁的中国邮轮也通过荷姆兹海峡，成功驶离波斯湾。所以董军就有讲说，要呼吁美军是停止干涉中国跟伊朗之间的贸易协议。那目前中国船只仍然能够正常的出入荷姆兹海峡。不过美国的
财长贝森特他就有放话说，美国不会再允许那些船通过，而且还讲到中国说拿不到他们的石油。那以及呢，他也讲说，中国在中东战争的期间囤积了石油供应，并限制部分的商品出口。说是不可靠的全球伙伴，说行为模式就跟 COVID-19 疫情期间囤积医疗用品如出一辙。好，真的是回到了过去2019年的时候，当时2019年大家记得吗？川普跟这个中国大陆之间也为了 COVID-19 的事情有点闹翻。好，那我们今天特别把这个赫姆兹海峡还有阿曼湾的图给大家看因为目前你看这个伊朗在这边有收费嘛，所以伊伦一直很好奇说，封锁伊朗的港口，美国是怎么封锁呢？看起来是在这边封锁所以我要来问专家，到底觉得怎么样？介大使帮我们分析一下。对，他现在绝对不是在荷姆斯海峡那边封锁，他是在阿曼湾。阿曼湾，阿曼湾是这边，而且可能是报道是说接近阿拉伯海，阿拉伯海就更外面。这里，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荷姆斯海峡上面那块都是伊朗的国土，对不对？你看它到了那个阿曼湾底的那个所以恰巴哈尔港这个地方对，是它跟那个是巴基斯坦接见的地方所以这边的话，说实话，它那边岸炮的话，都还可以攻击到这边在这个阿曼湾里面的这些外国船只。所以美军要去封锁别人，第一个他要防御他被地面的地面攻击或者无人机或者导弹，所以他要自保的话，我觉得他应该是在阿拉伯海接近阿曼湾那边，所以可能是这里。对，大概的，因为它还有水面不能太宽，太宽的话，它要做封锁的话，那些船有些地方都跑掉了。是，所以我觉得它不是在，我大胆预测它可能在这里，大概是在这个地方，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另外一点就变成为什么还有传出来呢？因为现在川普他昨天最后的他的那个定调他从他的那个 Truth Social 里面他写，他并不是封锁荷姆斯海峡。它是封锁进出伊朗的船只，也就伊朗港口的船只。所以这些船如果说是进去伊朗港口它要封锁你。如果这艘船从里面开出来，是从伊朗的港口出来，它也照样封锁你。所以它是不让船只是进出伊朗的港口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船只是去这些所谓海湾国家，从阿曼到阿联酋到卡达到沙特，是这些船只不再封锁，不再。所以这里面说有一艘中国大陆的船不是成功的开出来了吗？对。那个报道更详细说，它是从这个沙特的一个港口开出来的，所以这就不在川普所宣布的封锁的船只之内。所以这也是跟伊朗玩的一样，有限度封锁。那他这个从外交上就可以对这些海湾国家有所交代，他说我是在封锁，我没有封锁你的船。那伊朗怎么做呢？伊朗你这样做，我就把所有的这个荷姆斯海峡就封锁了。可是伊朗有没有放船呢？还是在放，对，还是在放。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想就变成两道关卡，两边都是有限度的开放。伊朗也是有限度开放，然后美国也有限度开放。那贝森特他们出来讲的一句话，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封锁主要是封锁伊朗运出来的石油。他们有一个记录说，我们查到了伊朗在过去1个月，它的石油输出战争的1个月不减反增，他还提出个数据说增加了23%，意思就是说伊朗根本就在怎么样？防止别人的油出，自己的油大量的出，沙特的出不来，这个阿联酋出不来，卡达的出不来，基本上伊朗的油反而大出，所以他今天他说我就是要防石油，防这个伊朗的石油，中间还把中国大陆也戳进去了。是，好，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的是空军的部分那因为现在飞官在美军这边也非常缺，那我们要问的是我们的将军，因为美国一样培养飞行员，他所付出的这些代价、成本都是比较高的，而且他这个技术性的要求也比较大，那不是随便就能够被取代。
那换句话说，那这些人是不是要让他留住了？但是目前我们看美军的状况，他们就是这个任务吃重。你看呢，前一阵子对委内瑞拉，现在要在中东地区对这个伊朗，所以他是这个全球调派，尤其是海军的飞行员，他经常随着驻地这样跑来跑去，所以他任务吃重。任务吃重的话，大家想啊，是不是想要挂冠求去？因为每个人都会有压力嘛。第二个，他离乡背景，你要看啊，现在在这个他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呢，我们看福特号的航母打击群，他们已经在海外出任务啊10个月了，300天了，将近300天，10个月没有回家，你都在航空母舰上面，你说这个飞行员这个10个月没有看到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小孩子，你说他会怎么样？算了吧，他还是换跑道，而且他们这些舰载机的飞行员哦，他们的飞行的技术都非常棒。如果是到民间去飞，当了变成民航级的飞行员了，大家抢着要，飞行技术棒，然后呢体格又好，待遇又棒，谁不去啊？那现在我们来看，那现在民航机呢都缺飞行员，都希望招这边。如果自己培训慢，成本又高，自己花钱，你们直接挖过来的这些航母的飞行员啊，直接可用，直接从副驾驶、正驾驶就来了。那你想想看，那他们可不可以留住这些在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我们再看另外一艘，我们讲到的叫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林肯号在阿拉伯海，它出任务到现在为止已经到下个礼拜，到5月20号，到4月20号就满5个月了，也是150天在外面。这些飞行员在这航空母舰上面都没有休假，5个月还算短。我刚才讲的福特号已经10个月，你说他想不想挂冠求去？所以你看看寄出啊，要给他1000多万台币，我们拿台币来看的话，1000多万呢，他不见得有吸引力啊。为什么？民航机的待遇长时间来看长啊，而且在航空母舰上这些飞行员哦，他的服务啊，大概到40岁差不多了。但是到民航机去飞当飞行员，可以飞到65岁，他的职涯很长，但在军队很窄。你这个能够拿到这些优渥的待遇，大概就是在40岁前。你40岁之后，因为都已经到中校、上校，你看看，除非我们看那个阿汤哥这捍卫战士啊，那他不愿意升将军啊，所以他飞到上校，所以阿汤哥只有上校。为什么？那就是上校，因为年限要到了，那所以那一个来讲，职涯长的你要了，还是要职涯短的？当然大家也选职涯长的。是，所以将军你怎么看？现在这个有人有8艘船通过，但是美军说他们封锁了。我认为美军在这一方面呢，他力有未逮。现在就是伊朗看出美国有这几个短板。第一个，美国地面兵力不够，所以美国不会到现在为止看不出他会进行地面战，那伊朗底气就够了。伊朗非常大，164万，伊朗相当于北韩相当于16个北韩那么大，一个北韩在10万平方公里啊。伊朗是164万平方公里啊，整个朝鲜半岛加起来那我跟你讲，伊朗有8个朝鲜半岛那么大，美国怎么样去打地面战？困难，风险太高。第二个，伊朗看出川普有一个短板，川普很怕地面战的牺牲，他不要牺牲，那不要牺牲，你地面战就不会，而且军事战呢可以打下去，对，要玩下去，对伊朗来看，那个是他可以站在一个地域上的优势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上一次打了这个40天了，美国的战果有限，然后让伊朗这方面底气够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这个争夺这荷姆斯海峡的这控制权，目前来看，伊朗还是占了上风。好，那永明教授怎么看？战争打到现在，各位知道，整个荷尔木兹海峡是影响到20%的原油全球的出口，20%的天然气，还有呢氮气、氦气、肥料等等之类的，所以它影响的是蛮全面的。但这是指伊朗跟所有其他海湾国家的加总而实际上这一些20%里面，将近80%其实都是往亚洲去运，也就是说，日本、韩国、台湾以及东南亚的影响受到的最大。那中国大陆呢？其实中国大陆大概来自于中东地区的原油占它的进口1/10，但因为它的整个进口的油占它的能源的结构比例下降，占发电的比例更低。因为过去中国大陆在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核电都不断的发展，所以相较在亚洲，虽然我们受到这一次的战争影响是最深刻的，连塑胶袋都买不到，
那不只是加这个汽油，那甚至连这些石化的工业都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候啊，亚洲国家现在面临到的是，尤其我们台湾哦，你要怎么样的能源更加的多元化跟独立啊，这个很重要的。那但是呢，现在美国对伊朗港口的这个所谓的封锁，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执行上很困难哦，因为你不能太靠近，你太靠近可能就受到伊朗的攻击。第二个呢，你真的能够去拦阻，就是这些比你军舰还要大型的油轮，要它回头吗？目前我们看到新闻说，美国的一艘驱逐舰让2艘油轮回头，但是我要质疑的是，这2艘是往中国大陆的，还是往巴基斯坦的，还是往印度的？如果是往中国大陆的，美国拦得下来吗？这个事情其实，因为他没有报道，我就高度的怀疑，他其实是往巴基斯坦或者是印度的这个油轮，而不是全往中国大陆的。那现在，因为绝大部分伊朗每天出口的油大概在130到150万桶，那其实这里面将近有70%到80%是往中国大陆。那因此呢，这个时候美国如果强力执行，就一定会碰到像是董军跟贝森特在那边相互的这个放话。因为从中国大陆而言，不管多少，不管对我的影响怎么样，这个是跟我的能源安全有关的。那你这个战争，讲句实在话，是你非法的侵略战争。那伊朗，而且你现在正在跟他谈判，已经说停火了，你凭什么拦阻对我能源安全重要的这个就是油轮？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变成大国之争了，而且川习会就很会受影响。所以从这里分析，大家就了解，美国的所谓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根本就是个表现一个姿态在施压，因为他不得不塌口。因为川普本来是说我要把所有的荷姆兹海峡都给封起来，那不到10个小时呢，马上就改口，因为专家们告诉他做不到，所以呢他就说，那我针对伊朗，可是伊朗大部分都往中国去，那怎么办？而且实际上也很困难，所以他就做出个动作。因此你看，马上他就跟伊朗这边透过巴基斯坦说，16号明天是不是可能会有第2阶段的这个谈判？所以各位，我们不要看你眼前那些媒体啊，以及一些川普讲话，现在川普的发文呢，基本上就是2个字：跳过，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而且没有什么公信力了。所以呢，就明天要看他是否能够真的再重启第2阶段。而真正的问题呢，除了荷姆兹海峡之外，还有在核武跟浓缩铀这几个问题上面。好，真的可以看得出来，川普每次谈话当中或者是发文当中，他就是不服输啦但实际上他已经输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还在谈说这个伊朗只是个中等国家它的军事当然不如美国，结果让美国打得好辛苦尤其我们看到最新的这个卫星影像泄密说美军的 F-15E 遭伊朗击落残骸照，现在有曝光。这是根据最新释出的空巴卫星影像显示在4月10号拍摄的高解析度影像当中，位在伊朗的伊斯法罕省的中部那是以南大约50公里，一座偏远的机场跑道东端你可以看到有清晰的飞机烧毁的残骸，那这个特征相符的大面积焦黑的痕迹。好，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等大家来问专家。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川普有接受福斯主播的专访。好，但是这个专访还没有露出，福斯新闻主播就已经抢先公告了说总统先生，你一直用过去式在谈这场战争，所以战争结束了嘛？英文是有过去式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如果加 ed 或者讲话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在讲过去。所以这个主播就用这样的方式来问川普。好，川普有回答，我们来听一下。I just left the president. It was a great interview. He said a lot about the economy, about the Iran war, about NATO. One thing that I'll leave you with, I said to him, Mr. President, you keep talking about the war like was. I said, is it over? He said, it's over.
It's over， 真的吗？因为我认为川普不服输所以常常会说 over， 但实际上还是 keep going 一直持续的在进行。好，那当然川普说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不想让伊朗感觉赢了。好，川普强调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这是美方最核心的立场。至于暂停浓缩铀多久，他并未设定这个特定的年数，也直言不希望伊朗在协议当中有胜利感。好，那现在川普还嘲讽英国英国应该是他最坚定的盟友但是他现在很常拿英国来开玩笑，甚至说英国不开采北海的油田，只会搞风车。好，说欧洲急需能源，但是英国你看他拒绝开采北海石油，那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油田之一，应该要钻吧，宝贝钻吧他们没这样做，真是疯了。还有别再搞风车了。好，你骂人家英国搞风车，那你川普自己不是搞战争吗？还骂别人好，那当然呢，意大利的总理梅诺尼过去也跟川普其实还蛮麻吉，蛮多场合看到两个人互动是蛮好的就现在意大利说他不加入伊朗战争，那川普就说对他很失望，说意大利人支持他们总理不帮我们获取石油吗？我不能想象，我对他感到震惊，我以为他有勇气，但是我错了。最有勇气的就是你啦因为你呢就是跟着纳坦雅胡一起来打开这场战争的。好，那芬兰总统则说美以选择性战争让赫姆兹海峡成了核武器，这是芬兰总统说的。好，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讲。If you look at the original aims of the US administration, they were partially military, so destroy the missile system and their nuclear capability. They were partially political. The aims of Israel were probably quite differen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Bibi Netanyahu had wanted for. So the Straits of Hormuz has basically become a de facto nuclear weapon. Which has ramifications on not only energy prices and oil, but also fertilizers and food and 好，其实芬兰总统也呼应刚刚有明教授所说的其实它包含的是能源、石油，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受到影响，所以他是把赫姆兹海峡譬喻成现在美国以色列把它变成的是一个核武器等同核武器的规模。好，那目前看到川普又有新的动作了。好，我们大家一早起来看到他跟一个人通话了。这个人是谁呢？是莫迪这是印度总理莫迪。好，印度总理莫迪表示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跟他通话的时候，两人强调保持赫姆兹海峡开放跟安全的重要性。好，两位领导人的通话时间是大概将近40分钟。好，莫迪是怎么说呢？他说我们致力在所有的领域进一步的加强我们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们还讨论到了西亚的局势，那强调保持赫姆兹海峡开放跟安全的重要性。好，当然呢，川普又跟莫迪通电话，这代表什么战略意义？等一下也请专家来分析。好，那以色列的外交部长跟印度的外交部长讨论，也谈到了伊朗、赫姆兹海峡还有黎巴嫩的问题。以色列的外长说伊朗透过经济恐怖主义在赫姆兹海峡危害航行自由，那需要采取行动，要确保就是包含印度在内的所有国家的航行自由。那新华社有一个18秒的视频那他是说让美国的前高官焦虑了。好，这是美国的国土安全部的前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好，最近他在福斯新闻网发表了一篇文章，写得很长。那这个长篇文章针对的竟然是一部只有18秒的 AI 影片。好，这个 AI 影片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Oh no! Let me keep everyone safe. Sounds great. Maybe not. Now, there we go. Relax. Sometimes security comes with a little control. 好，所以大家说这个18秒的影片竟然让美国的前高官为此还发表了一个长文，可见多焦虑感觉有点小题大做了。好，那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的美军 F-15E， 好，现在说卫星影像泄密了，似乎它有被伊朗击落，残骸曝光。我们先问介大使。对，这个，我觉得就是有人特别把这个曝光出来，把它曝光出来，就是让川普政府无法隐瞒他的真正的战损，因为他报的战损跟伊朗方面报的战损是相差非常的大所以外界老早就怀疑，那就在找证据那如果 F-15E是确实被这样击落在这个地方的话，我想川普
他以后讲的任何有关的战情报道啊，那大家更要打折扣了。或就川普讲的话，这个战争马上要结束了，对，马上要结束了。而且川普3个小时前在那个Truth Social又发一篇文章，就没头没脑的。他怎么讲呢？他说这个 NATO 没有出现，北约过去没出现，所以呢，他们未来也不会为我们出现。这个我的推测就是说，其实，在荷姆斯海峡的这个部分哈，其实川普应该是寻求了很多其他国家的参与，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国家参与。那英国也不参与，这些欧洲，英国不是搞了40个国家的一个志愿者联盟，要跟伊朗谈判，开启荷姆斯海峡嘛？那现在川普这个行动，我觉得他们一在外交上做了很多努力。所以大概1-2天下来，大概 NATO 这些国家大家都没有人为其所动，所以又记了一笔。他这个意思，我想以川普来说，这么记仇的人就说：你们给我记住，我现在写下来了，哪天我忘记，我拿出来看，还是记写在他的死亡笔记本里。对对对，等战争结束一起算账。所以现在川普事情越来越多了，要急着跟中国大陆要去中国大陆访问，因为5月中快到了。哇，不到，我现在只有20几天咯。哇，这个真的很快，时间真的很快。川普真的心里非常急。那再加上 NATO 一直不愿意跟他配合。如果说他能够把 NATO 拉进去，加入他这次封锁荷姆斯海峡的话，那美国国内批评川普这场战争全盘皆输，起码在外交这一点上，他还是得到了这些友邦的支持。可是很可惜的，大概他又是白忙一场啊，弄得他在这个地方上还要特别出来怎么讲呢？特别出来又给这个北约记上一笔。那川普仇人越来越多了，将来他更忙了，忙着报仇吧。好，张景怎么看？我认为川普他急着结束战争，这反而是他的短板。他应该在讲话的时候，他应该气定神闲，谈笑用兵，结果他却一直想要急着结束战争。那被伊朗看到了，是那伊朗话在这边还继续跟他耗下去啊，那对美国来看是不利的。我们从3点来看，第一个，我认为川普压力大在哪里？第一个，北大西洋公约是不参一咖，不参一脚，那让他很孤单，你知道吧？因为大家来整个站队到美国或以色列，他的力量就大，没有国家要站队。这31个。除了美国之外，31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没有一个参与。不义之战，大家对大家不愿意参，因为大家参与开就是帮以色列嘛，大家都知道了嘛，只是不讲而已嘛。那这样的话，让川普很孤单。你一孤单就想要结束战争，因为结束战争之前，你喜欢讲大话，我赢了，就是这样子。那其实大家会被伊朗看破，所以人家不妙。对美国来看，第二个呢，我认为伊朗耐打超乎川普的想象。你看本来打4天就把它解决，没有打了40天还没有把它解决，结果伊朗的这个无人机，伊朗的导弹来看还继续有威力耶，那一波接一波嘞，那这样的话让美国没办法招架，不是光是美国，包含美国住在这些巴林、卡达、科威特的这些美国的驻军，还有包括它的这些相关的这些设施都被这个伊朗造成程度不一的破坏。那换句话说，那这样子为什么美国一直在轰炸伊朗，结果伊朗的报复能力还那么强呢？那换句话说，就是讲到了美国的弹药消耗量过大，但是它能够达到的战果却相对有限呢。对，美国弹药不敷使用呢，但是伊朗，换句话说，它还有这方面的战力哎。那这样子，美国后续的持续战力是有问题，因为美国还补给线太长，你从美国弹药要运过来，跨越大西洋进入地中海，再加进入这个阿拉伯海，你换掉补给线太长，造成美国在这方面力有未逮。那力有未逮所能够创造的这些战果就相对的有限。那你让伊朗他可以以逸待劳，因为他是就地嘛，这是他的战场经营嘛。所以美国要让伊朗永久放弃发展核武，我认为没有这个，不要讲说可能性不高，没有这个可能性。只有一个可以让伊朗永久放弃发展核武，就以色列你先放弃。把以色列那100枚核弹交出来，那以色列绝对不可能的嘛。那伊朗会吗？会放弃吗？不会。你要永久放弃，不会。所以
川普讲要让伊朗没有胜利感，只是美国的一种自我安慰。伊朗的胜利感已经出来了，能够由4天打到40天，他的胜利感就已经出来了。因为川普话讲太早，讲太大，是他的致命伤。好，没有胜利感哦，这件事情就不会进到这个外交谈判桌上嘛。如果真的伊朗输的话，美国是更有大声可以说话。尤明教授怎么看？如果明天开始美伊之间的第2轮谈判，2个关键的议题会决定这个谈判能不能往前走，能不能成功。停火之后，能不能够真的有一段时间不会再度的对立或者是战火再起？第一个就是核武跟浓缩铀，第二个那就是荷尔姆兹海峡的地位。核武跟浓缩铀其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本来在这个之前，甚至在2015的伊朗核子协议，伊朗就答应不发展核武，但是要保留有做浓缩铀发展核能电厂的这个权利。美国没有权利去要求伊朗放弃发展核能电厂，伊朗自己产铀，所以他自己要去做不是武器级的浓缩铀。现在关键就在这边，那但是经过这个战争之后，是不是伊朗一定要发展核武来自保？那但是呢，你看到他拥有的无人机跟弹道飞弹也足够自保了，也足够把美国打得一塌糊涂了。所以现在这是一个关键的，就是考虑伊朗愿不愿意承诺放弃核武，美国愿不愿意答应伊朗拥有浓缩铀的发展空间。第二个，我觉得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荷尔姆兹海峡，因为你现在看到掌握海峡就掌握秩序，掌握能源秩序，还掌握安全秩序。其实今天呢，全世界的贸易90%以上还是海运，那尤其是几个重要的海峡，在去年美国自己政府发布的7个全世界最重要的海峡跟就是运河，还不包含荷尔姆兹海峡哦，包含什么呢？英吉伦海峡、直布罗陀海峡，然后呢，苏伊士运河，以及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巴拿马运河，还有白令海峡，那个是北极航道的，居然没有荷尔姆兹海峡。但现在这荷尔姆兹海峡证明它的影响力事实上是足够的，因为它掌控2成的石油天然气。然后呢，现在是证明在这个海峡里面，美国有好多的军事基地。如果它不能通过这个海峡，那这个军事基地要干什么？那些海湾国家需要这个军事基地做什么？经过这个战争，伊朗不会放弃控制海峡的权利，可是也的的确确，这个海峡是一个国际海峡，你怎么去用军事或者是水雷来去掌控呢？因此，未来这个海峡怎么样的去通航，怎么样去管理，甚至收费，这都会影响到在这个区域整个全球的能源以及这整个区域的军事。美国如果真的无法去完全掌控这个海峡，就跟过去英国在苏伊士运河的受挫一样，它可能就在这个整个区域的军事地位会大为下降。好，那当然，大家之前一直说嘛，这伊朗不确定有没有核武，但是有一个笑话说，这个北韩为什么美国不打他呢？因为人家有核武啊。所以我一直觉得伊朗反而会从这一次教训里头学到，他真的应该发展核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大家关注在美国跟伊朗的谈判同时呢，其实以色列跟黎巴嫩他们也正在进行和谈。好，主要就是因为在这个停火的14天里头啊，看到以色列也是一直攻打黎巴嫩，还打到他们的首都贝鲁特了。好，那以黎30年来首次高水准成长以方称他们是明智的胜利，但是突破希望渺茫。好，主要是卢比欧在华盛顿主持以色列跟黎巴嫩驻美大使在华盛顿的一个会谈。好，这是两国自
1993年以来首次的高级别的面对面会晤。以色列大使他是表示说这是理智、责任跟和平的胜利。好，黎巴嫩当然希望在讨论长期问题之前要先实现停火。那以色列则是拒绝暂停对真主党的攻击，那要求该组织要解除武装。好，那持续2个多小时，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华盛顿会谈结束。好，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持续时间蛮长的。那因为这2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会谈之后，美方评价过程说是富有成效。那以色列驻美大使赞扬双方进行了精彩交流，那也强调2国在对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势力上面，其实是站在同一阵线。好，那因为真主党没有参与其中所以有人认为这个冲突结束的前景相当的渺茫。好，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比较不理解黎巴嫩其实他们是军政权、军事的力量掌握在真主党那他们在这个外交上面则是这个黎巴嫩的政府啦所以真主党警告黎巴嫩政府不得参与会谈，因此这次会晤象征对真主党影响进行坚决斗争的开始。好，那我们看到真主党现在他也握有武力的实权，所以狂轰以色列。那就是因为以黎在华盛顿举行直接会谈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跟真主党的战争还在持续当中。14号，以色列国防军包围，而且开始在真主党的据点宾特朱拜勒展开了行动。他们在这个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然在持续当中。那以色列的国防军就说这个部队在近距离战斗跟空中打击当中消灭了100多名的真主党恐怖组织成员，那也摧毁了数十名恐怖分子的这个基础设施，并在该地区缴获了数百件的武器。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是边谈边打，边打边谈好，那以黎1993年首度直接会谈，真主党就呛瞎说不会认任何的协议。好，这是由黎巴嫩政府他又来会谈，希望为停战来铺路，那重申了主权跟人道需求。但是真主党不仅拒绝谈判，而且还对以色列的北部发射了火箭弹，那以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并攻击黎巴嫩南部村庄的行为。所以我们带大家来看就有影片显示说以色列的北部发生了无人机的爆炸事件。这是一架无人机在以色列北部的这个纳哈里亚地区爆炸。好，距离黎巴嫩的边际大约是10公里左右，目前是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指出。那现在也要看到的是这个中国大陆在国际的影响力好像日渐的越来越高因为呢春季外交登场。中国大陆外交部14号上午宣布应习近平邀请，莫桑比克总统是非洲一个国家的总统，然后他在16号到22号在中国进行访问。好，那习近平14号上午就分别会见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阿布达比王储，还有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那越共国家主席苏林14号上午也抵达北京，也开始对这个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那应王毅邀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在14号跟15号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所以中国大陆最近这些外交的这个穿梭蛮多的。好，那习近平就伊朗战争发生，那看到的是说这个指出世界绝不能重回丛林法则。好，这个很明显在讲是谁就是川普嘛但是没有直接提及美国或川普那是在阿布达比王储会晤时就补充说，维护国际法治威权，不能合则用，不合则弃。好，那当然这一次大家也很关注是5月中的川习会那目前路透社报道说，川普的次子艾瑞克5月会随着父亲来访中，那此行可能就是希望能稳定美中的经贸关系。好，那当然是川普是最主要，不要再搞砸了，一搞砸的话恐怕川习会还要再延后。好，我们当然看到了一开始的以黎破冰的会谈但是真主党这边说不认任何的协议。我们一样问介大使先。这次会谈纯粹是因为川普下死命令，就一定要谈。为什么呢？因为川普要伊朗出席这个在这个巴基斯坦的这场和谈，是因为和谈之前，以色列突然对黎巴嫩发动巨大的攻击，100个攻击点，是首都死了200多人受伤800多人，死伤一共1000多人，所以伊朗震怒说这样子的话我不参加和谈了，所以川普就赶快用外交手腕结束来讲，最后就说
我会去叫以色列不要动手。另外一方面呢，我还在14号的时候啊，叫他们都到美国来开会。我还以为以色列要派什么外长去，那个黎巴嫩也派外长去，结果不是，是两国的驻美大使在 Rubio 美国国务卿坐在中间的情况下，举行了2小时的会谈。我想这个会议哈交代过去啊，反正和谈已经开始啊。以色列打不打这个叙利亚打不打黎巴嫩啊，好像已经成为过往云烟了。川普是往前看的，不过这场谈判我们了解人就是完全是演戏，不会有结论的。为什么？因为黎巴嫩这个国家，这个是非常奇特的国家，它的人口哈，基督教徒占50%，回教徒一共占53%。基督徒占41%，然后还有一个叫德鲁教派的占5%，德鲁派是比较亲以色列的，那这个政府结果就用怎么样？用所谓的宗教的这个比例来分赃这个政府，总统规定基督徒来干，然后呢，总统任命总理，总理一定要由逊尼派的回教徒来办。然后呢，再选议长，议长规定一定是要什叶派的人来干，所以这个政府蛮恐怖平衡吧，就是一个妥协平衡的。所以呢，你要知道真主党是属于逊尼派的回教徒，对不对？所以他是属于什叶派的回教徒，所以他们只掌握议长这个职位，对。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3分天下之下那逊尼派这个什叶派，他当然他没有参加，可是为了要把这个戏演下去啊，这个政府当然就内部应该妥协说还是去。那你真主党继续反对，你继续打没关系，我们就去应这个川普总统之邀，我们到华府去跟以色列谈一下，如果能够谈得出来的话，那这场战争不会打到现在了。对，所以这就是有一点急就章，然后呢有一个短期明确目标的一次会谈。这也是1993年以后才开始，1993年离现在30多年了，对，那下一次开不晓得，可能又30年以后了。这个东西根本问题不解决，这个是纯粹治标，而且是针对美国的一个要求。那所以这场会谈，我觉得它不会有什么突破。那他有说共同声明吗？有什么巨大的成就吗？以色列照打，那伊朗反正上谈判桌了，美国也不在乎了。对，其实伊朗反对的时候也是一个姿态，那伊朗现在也是很希望停战啊，所以这场谈判应该说是今天或明天吧，好像又要继续谈了嘛，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谈判又要继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以离破冰，那么也就是很快的就变成就是说很短命的，我看这个谈判也就结束，画上句点了。对，好像在过场一样留下什么？留下了这张照片啊，就是照片，就是这张照片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圈起来的就是这个 Rubio 他坐在中间，然后分别就是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这个驻美大使。好，永明教授怎么看？我们这边大家要了解不要跟着美国的一些媒体或我们台湾的媒体。美国跟以色列攻打伊朗是一个非法侵略的战争，以色列在这一次打真主党，也是一个侵略的行动，因为不是真主党先攻击他，而是在他打伊朗的时候，他同时在打真主党。现在造成依据半岛电台统计，在黎巴嫩南部造成真主党相关人员的死亡，已经超越伊朗在这一次战争当中的死亡，来到2089人，而受伤呢也超过7000人。在伊朗只有2076人死亡，当然包含那个168位小学的女学生。所以以色列这一次对真主党的轰炸攻击完全是非法，而且我觉得根本上已经变成第2个加沙战争，它已经造成这么多人的死亡，而且军队进入占领，所以欧洲国家连意大利那个梅洛尼过去跟以色列关系非常好的，这次基本上是整个中断掉跟以色列之间的任何军事战略的对话跟合作。他认为你不可以派军队去再继续屠杀
然后呢，你也不可以派军队去占领另外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其实80年代黎巴嫩内战的时候，以色列就曾经挥兵进入过黎巴嫩，占领10多年。到了冷战之后，他才离开。我们过去这个世界，因为美国主导，美国的舆论、美国的军力，以及我们跟美国的关系，所以呢，就对这个东西就睁只眼闭只眼，视而不见。现在连欧洲国家都受不了了，欧洲国家都跳出来，最亲以色列跟美国的意大利都受不了了。你不要说西班牙，连英国都觉得以色列你实在是太离谱了。你怎么可以因为在这个战争当中不分青红皂白，你就开始认为说他们是恐怖分子？是你先打人家呀！这就是另外一个加沙战争。我们已经太习惯于西方媒体这种一方面单独式的，连美国人自己都受不了。那你受不了到今天川普都这2天针对教宗在开骂，对不对？连 MAGA 的人都受不了了，你失心疯，人脑袋有问题了。我觉得以色列现在情况啊，就是内塔尼亚胡的情况也是一模一样。他要遮掩他贪污，要被起诉，他要那个总统赦免他，他在10月搞不好会下台，所以他发动这个战争，他扩大这个战争，一切都是真的为了犹太复国吗？还是为了自己的权益，还是怕被关呢？但是被牺牲的是真主党，是加沙，是伊朗的人民。好，我下一个注解哦。如果领导人是把自己的私利放在国家之前哦，那真的是很可怕。将军，以色列跟黎巴嫩战争打了这个40多天，从3月2号打到现在还在打，而且这个黎巴嫩的伤亡比较重，超过1700人。那以色列这个伤亡战损相对于较少得多。那现在我认为以色列是面临3大压力，第一个，尤其是来自于国际压力，因为国际压力没有一个国家愿意说这个以色列去打这个黎巴嫩是合法的，是一种是合乎战争的规则，没有，这是以色列的一个侵略的动作嘛。因为黎巴嫩在这方面，它是个被以色列攻进去的、占领的，因为以色列一直想要在这个黎巴嫩的黎南地区成立一个缓冲区，那就是他又要复制嘛，他要复制把这个加萨走廊，把这个巴勒斯坦人哈马斯组织复制到这个黎巴嫩，要成立一个缓冲区，将来好屯垦、好占领，变成这个状况。那大家看到，所以全世界没有一个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国家咱们支持这个以色列要侵略这个黎巴嫩，这是国际上的压力，给对以色列压力。第二个，美国的压力，尤其这次美国这个伊朗已经讲了，你要停火不是光对伊朗停火，你包含黎巴嫩也要停火。那美国压着以色列谈判，从1993年到现在为止，超过30年了，以色列跟黎巴嫩从来没有谈判过。1993年开始到现在是2026年呢。你看是这样，第一次啊，为什么以色列不想谈判呢？但是问题是，川普要你谈判，是最重要的是来自于美国的压力，他不得不谈呢。你能够不谈吗？美国给你以色列压力了，所以这个我认为这个尤其是美国来自于美国压力最大，让以色列不得不跟黎巴嫩谈判，所以才有今天谈判的这个格局。